剧集无征兆中空降，居然还能轻松拿下热度第2，这种炫目的反差感，只有王炸弟弟做得到。因为任何剧集宣传都是必要的，都是刚需的。即便王炸姐姐的《幸福到万家》也是从年头刷到了年终，因为片方是计算成本的，最大化市场必须要走前期宣传的套路。结果猝不及防的吃瓜客和摩托姐们，居然在意外之中顽强地操起了遥控器，释放了所有的追剧热情，齐刷刷地用饱满的热情刷出了非凡的数据。跟王炸姐姐的数据一样，这种进入演技、进入剧情的真爱，让王一博持续保持热度第1也是没有悬念的了。有趣的是，视角永恒与别不同，也永恒359度的新万我，明晃晃看到了王一博突凹演技的一个不同之处。在《幸福到万家》中，您还记得那拉经一幕吗？但凡了解过王一博的网友都知道，他跳舞很带感很飒，舞台上的他简直气场全开，沉浸在舞蹈中，好像全世界都影响不了他。站在舞台上的时候，他就是台上最耀眼的仔，曾经也是众多年轻女孩的理想型。而且他那种高冷禁欲、生人勿近的样子，真的太让人上头了。跟另一个顶流肖战一样，王一博也是通过《陈情令》这部剧大火的，现在也成了娱乐圈炙手可热的男明星之一，各种好资源源源不断。这不，王一博跟陈晓合作的电视剧《冰与火》突然开播了，剧中他穿着制服的样子再次帅出了新高度，不知道这次又会迷倒多少女孩子呢？除了影视资源，他的本职行业也没有扔掉，时常会参加一些跟街舞有关的综艺节目，比如他现在是《这就是街舞》的常驻嘉宾，而且还是队长呢。每次看他跟团队跳舞的时候，感觉他都能燃爆全场，然后情不自禁地跟着他的舞蹈音乐一起跳。老师喜欢玩新的王一博背带西装造型的确很新也很拽，冷脸禁欲感扑面而来，摩托姐姐们不心动就怪了。王一博在最新一期节目里的一组黑色背带西装造型开心流出了，照片中的他依然是高冷的酷盖，冷脸禁欲感扑面而来，让人上头到无法自拔。哪个摩托姐姐如果羞答答地说自己不心动的话，那肯定是假的。而且男孩子这种黑白搭配的造型，对于女孩子来说本来就很难有抵抗力，再加上这么一张帅脸，那就更忍不住要犯花痴了。对于喜欢王一博的网友可有眼福喽，不仅可以追他主演的电视剧，每周还可以看有他的综艺节目。对于粉丝来说，这大概也是一种幸福吧。这年头国剧王炸开始流行什么风？答案就是《冰与火》的画风以及空降开播的妖风。就说这部剧迷期待3年，日日等夜夜盼，而他呢，一直不显山不露水，不定档不官宣，连个平台预约都没有。于是乎，忽然有一天，如冰迅疾，如雨骤降，如火凶猛，咱也不废话，说播就播。这不，开播半小时冲上热搜第1，开播3小时冲上全网热度第2。这把火就叫王一博的《冰与火》。《冰与火》的爆点很多，编导算一个的话，那么《破冰行动》的导演傅东育就是柴火之一了。双男主陈晓加王一博就不用说了，配角阵容也是彪悍，开场就甩出2个王炸，王劲松和张志坚。王劲松的公安局长角色，前2集身份2度反转，让人头晕目眩。观众看嗨的同时都说稳住，刘奕君还没出来，没准邻居不是坏人。王牌阵容，全员实力派，跟幸福到万家一样，开局就是让你血往上涌。过去一段日子，令观众最过瘾又最不过瘾的国剧题材是什么？答案就是刑侦剧。或许您闭着眼睛就能猜得到。xin问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吧？什么剧集被突然烂尾了呢？赵丽颖最怕的恼人遗憾在哪儿呢？这种非战之罪，xin问我已经聊到口水干涸了。要说过瘾，包括刚才说到的《破冰行动》，就是典型佳作，同款的热剧也常有。但要说不过瘾，近30年最优秀的刑侦剧，还是本世纪初重案6组等顶级刑侦剧都扎堆在那段日子出头。说实话，这几年这能跟经典掰手腕的，也就一部《白夜追凶》，其他的多多少少都差口气，您应该懂的。那么就没一部能技压群雄的王炸了吗？冰与火敢不敢捅破这层天花板？如果您看完了开局的几集，如果您感觉酣畅淋漓，或许尺度炸裂的爽感
就是您千言万语也说不出来的天花板了。这部压舱 N9的空降新剧，或许有望很快火向全国，还有可能一举打开今年刑侦剧的流量天花板。王炸加持的这个爆款，能不能接棒《白夜追凶》，再创评分刑侦剧口碑新高吗？实话实说，就看有没有机会踩上王炸姐姐赵丽颖的地雷了。因为魔山就是罪，不怕人得罪，这就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实情了。此外，这出国剧的《冰与火之歌》还是有戏可说的。首先，它的入戏法则很套路，也很热血，刑侦加卧底，开局查内鬼，层层的嵌套，让开场就巨力万钧了。好的国剧就应该第一秒就带你入戏，冰与火一秒都不耽误功夫。第一个场景，雨夜，密林追逐。3年前，吴刚涉毒被贩毒集团 K 所杀，其子也就是陈晓饰演的吴振峰因莽撞违纪被开除警籍，吴振峰心如死灰，被王一博饰演的兄弟陈宇阻拦出境，途中二人与毒贩团伙展开缠斗。乱战之后，两人寡不敌众，结下毒贩头目，向密林深处逃脱。一追一逃，夜幕降临，密林中雷雨交加，两兄弟落入水中，陈宇逃出，吴振峰却被毒贩带走，生死未卜，下落不明。接着镜头一转，陈宇梦醒，时间已过去3年，这场往事依然时常出现在他的梦魇中。清晨，他赶往案发现场，一桩雨夜谋杀案中，饭馆大厨遇害。但这宗案件可不简单。没一会儿，当地刑警大队缉毒队长带人赶到，原来尸体附近不但有打斗痕迹，更发现了毒品。这场戏局促带感，风驰电掣，跟赵丽颖一幕开瓢的场景同样吸睛燃血。陈宇这观察力简直如同案发现场回溯，根据现场痕迹完美还原了案发现场，分毫不差。跟着禁毒队长的一句话，点出他积极表现的原因。陈宇想回禁毒队吗？正是这场侦查的最后，陈宇从地上发现了一块碎玉，同样的玉，他一块，吴振峰一块，玉出现了，是不是说明人也回来了？镜头切换到吴振峰，衣衫褴褛，脸上带伤，在洗手间洗漱，望向水池的眼神充满迷茫。故事说到这里，故事背景、主要人物、戏剧冲突、悬念设置已经全出，观众们的情绪也跟着一块入戏了。然而，真正的好戏才刚刚开始。陈宇这位警校第1名纪录保持者，学的就是禁毒专业，为什么离开禁毒大队？接下来，陈宇面对王劲松饰演的邻居的一段回忆段落，说明一切。黑白回忆镜头推进，3年前的陈宇还是禁毒大队一员，好兄弟吴振峰的父亲刚刚被毒贩所害。两人一场争执后，陈宇接到警队电话，前往抓捕毒贩现场。好巧不巧，这正是对吴振峰父亲下手的贩毒团伙，而吴振峰恰好把通话内容听入耳中，锁门，以为可以锁得住这只一心复仇的猛虎。这刺激，这悬念，您 get 到了吗？写上头了吗？接下来是一场警方的精密布局，抓捕过程、人员疏散全部考虑在内，一切尽在警方掌握中。直到从反锁的房间里脱身的吴振峰忽然出现在抓捕现场，直奔毒贩头目，并很快与对方打斗起来。人群开始骚动，计划被打断了，再不行动，整个布局都会被破坏。随后紧接着就是一场警方抓捕的动作戏，毒贩逃脱，警方抓捕、对抗、打斗，在凌乱的巷子里穿行，整个动作场面节奏紧凑，惊险刺激。请注意，这个时候的王一博演技与差别就在这一段场面调度、运镜娴熟，动作凌厉，对抗氛围浓烈，黑白冰冷的画面色调，极具冲击力的运镜质感，紧张快节奏的镜头剪辑，简直不要太刺激，让人肾上腺素飙升。这粗犷的剧集风格，2个字概括就是硬核了。抓捕虽然匆忙，但毒贩团伙纷纷落网，直到一名毒贩掏枪开火，击中了刑警队长的腿骨，直接造成这位老刑警身体残疾，不得不退出一线。这也是为什么陈宇3年后才重返禁毒大队，但他没想到，刚刚回队不久，自己就要与失散3年的好兄弟再度重逢了。必须说，剧集开场剧情节奏就飞快，信息量很大，从开篇的雨夜追杀，到刑侦调查凶杀案，再到接下来的药店抓捕、化工厂激战、公交车遇险，回忆与现实交错，一案接一案，一环扣一环。
高潮迭起的剧情内容以及意想不到的反转，令剧集充满高级的质感。说是一部电影大片一点也不过分。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快节奏的叙事下，冰与火的情节没有失真，故事也没有完全靠巧合驱动，层层剥茧的智斗、武斗和抓内鬼引发的悬念下，让人肾上腺素飙升的画面不断将故事引向深入。导演的功力就在这儿了，在下一盘大棋，而观众以为自己是观棋的人，其实早已不由自主陷入局中。流畅的剧情和紧凑的编排，这才叫真正的入戏。跟着要说的就是各种悬念的营造了，各种对决、反转以及角色的正邪难辨，难怪有观众说，看谁都像坏人。入戏只是开头，真正的高潮还在后面。故事背景交代完后，紧接着就是一连串信息爆炸的抓捕戏。一场药店抓捕扑空，吸引了警方的注意。到底是谁泄露了秘密，让案情扑朔迷离？故事开场就引出了大量的人物与线索，但《冰与火》不仅信息量密集，还做到了繁而不乱。关键就在于精密的情节编排，带领观众成功入局。双男主也将故事一分为二，分成两条线平行推进。一边是王一博的角色进入禁毒大队，沿着药店的线索往下查；另一边是陈晓的角色卧底复仇，不断试图接触贩毒集团的头目东哥。A 线和 B 线同时推进，带给观众拼图般的沉浸感。整个故事网编织得愈发绵密，而两条故事线的第一次交汇，就是陈晓的角色意外在一个交易现场被发现，最终被捕。至此，整个《冰与火》的故事主线浮出水面，三大故事关键点也暴露出来了。第一，就是查内鬼。出乎意料的，导演第一集就直接用一场向毒贩通风报信的电话戏，向观众交代出王劲松饰演的邻居似乎就是大 boss。接下来，陈宇回想起邻居桌子上有毒贩药店的袋子，更在审讯药店老板的过程中，故意在其耳边问了一句：“认识吗？”一招故意的打草惊蛇，仿佛已经锁定目标。但真是他吗？于是乎，第二集故事很快就交代了，这一切都是为了找到毒品源头。邻居可能不是内鬼，而是下了一盘棋。但如果不是邻居，为什么当地扫毒3年，成果越来越大，当地贩毒势力却越来越猖獗？邻居不是内鬼，谁才是？是张志坚饰演的现场督战的省厅领导，还是在抓捕现场跟毒贩小侄子通话的刘队？于是乎，第二个关键点就是卧底了。内鬼不好找，警方卧底要藏好同样不简单。国剧警方卧底都不好当，但像吴振峰这么惨的卧底更加稀罕。父亲被贩毒集团害死，自己被怀疑是毒贩，明明是潜伏在贩毒集团的孤胆英雄，却因为不能轻易暴露身份，被自己的好兄弟亲手逮捕，还要接受警方询问。而且从剧情发展看，不仅陈晓演的是卧底，接下来王一博的角色也会卧底潜入贩毒集团，构成真正的双雄模式。这剧情尺度当真不简单。跟着第三个关键点就是冲突了。前4集卧底如卧冰，禁毒如雨，而扫毒似火。可真正的难点就在王劲松饰演的邻居和张志坚饰演的上级领导的对话中。只有摸清了所有贩毒集团的情况，我才能将他们一网打尽。是不是目标很清晰，却又过程很揪心呢？这就对了。换言之，当下真正的难点不在对决本身，而在于找不到真正的对决双方是谁。敌暗我明，更不用说警方内部还没弄清谁是鬼谁是人，好像除了男主陈宇，所有人都有嫌疑，看谁都像坏人。怎么解决矛盾和冲突呢？先入局再破局。说实在的，这种刑侦的套路已经玩烂了，但是只要有硬核呈现，依旧会精彩纷呈。把这部剧和同类剧放在一起看，差别出来了。看完故事的面子，再看里子，本剧至少有3大硬核呈现。首先就是影像硬核，整部剧的镜头语言、节奏把控充满傅东育式的冷峻犀利。从第一场密林戏开始，观众就有种身临其境的沉浸感，很多镜头仅仅在审美上就能让观众陷入其中，欲罢不能。这种高度电影化的拍摄手法，极大提升了《冰与火》的观感。其次就是动作硬核，这个硬核让观众眼花缭乱之余，很容易烘托出角色身上异常带火的色彩出来，包括王一博，这点申万我很欣赏。必须说，论拍动作场面，傅东育在国剧导演中认第2，
我看真未必有导演敢称第一。他的动作戏可以让人全身心地投入到酣畅淋漓的战斗中，沉浸式地享受视听快感。这恰恰回到了刑侦剧这一类型影视的本真魅力，那就是一场盛大的动作奇观。就说那场陈晓的角色主动接触毒贩，却被王一博的角色误解，引来警方抓捕的动作戏。空旷但有限的货仓空间里，警方火速赶到，错落有致的抓捕中，让每一个动作都既有打击感和痛感，而狭小的空间又映衬出警方伟岸的身姿，观众带入警方视角，瞬间就能收获极致爽感。而毒贩驾驶着着火的车辆试图逃逸的动作戏，一连串快速剪辑下，动作张力简直燃到爆。可以说前4集剧集的动作戏已经可圈可点，药店、货仓、巴士车几个密闭空间的动作戏，把压迫感和窒息感做到了极致。另外一个硬核就是剧情反转的硬核，这种硬核越多的话，多变的人物就越丰满、越立体。王一博同样受益居多。因为大家伙看的时候稍不集中注意力，转几个弯可能就跟丢了，观众根本不知道接下来是一个有用的剧情，还是导演特意设下的陷阱。前一秒观众看到吴振峰抢毒品，可下一秒他就反手举报了这个窝点，那么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呢？张志坚的角色逼着王劲松的饰演的邻居说出自己详细的布局计划，那么谁是好人，谁是内鬼呢？剧集高度影像化的镜头无形中营造出疑云密布的谍战氛围，一部刑侦剧也做出了悬疑谍战剧的悬念感。飞快的节奏，出奇的反转，重重的布局，再加上每集都会出现的凌厉动作场面，怎么能不让人爽到飞起？于是乎，演技这一块，王一博负责入戏，陈晓负责惊艳，两人在线相得益彰。当然了，一群老戏骨也抢了不少的风头，除了有电影级质感之外，冰与火中演员的演技也全员在线。出场演员中最值得一提的有4位，第1位当然是王一博。在开播之前，大家对于王一博飞的演技是既期待又担忧。期待的是王一博的演技表现，肉眼可见的在进步；担忧的是本剧演技派太多，王一博戏份又吃重，演砸了，会输得很难看。看了4集之后，不吹不黑的话，王一博跟王劲松、张志坚这些顶级老戏骨比起来，自然还是有不经意的肉眼差距的。但就角色论角色，无论动作戏还是演技，王一博都绝对撑住了角色，没拖后腿。一是从他的言行、动作、气质到状态，能感受到那股刑警的劲头，身体站得板直，眼神仿佛喷火，到位了。二是动作戏够劲，很容易看出剧中大部分打斗戏应该是王一博亲自上阵，而且真打真玩命，一打起来硬汉气质就出来了。三是角色的层次感，一方面在王一博眼神里有那种身为刑警的自豪、骄傲和使命感，同时他也把年轻警察的那股冲劲和不服输的牛劲演绎出来了。他和王劲松的一场对手戏，冲突带感，几乎燃烧，在猛烈质疑上级之后，邻居的态度都软下来了，他却狠狠将身后的凳子踢开。一个细节，一种角色的倔强都出来了。第2位当然是陈晓，他的造型是真的落魄，帅是真的帅，最关键是情绪转换自如，那种身为卧底警察和想要复仇的痛苦、不甘和愤怒，与他回忆的画面结合在一起，观众能感觉到一种感怀身世的悲凉。要想击败黑暗，只有自己变得更黑暗才行，哪怕这种黑暗是演出来的，但如何不被黑暗吞噬？陈晓这次的表演非常有深度了。第3位就是张志坚。其实当年的《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张志坚的演技几乎已经封神，他的演技沉稳扎实，台词功底雄厚，演啥像啥，真正的巨抛脸。这一次他的角色一出场，犀利的眼神透着霸气，张力已经十足，不愧是顶级老戏骨。但前4集中脸色出彩的还是王劲松。演邻居这个角色，王劲松自己都说，压抑是非常的压抑。一部剧演好人不难，演坏人也不难，但要把人物演得正邪难辨，观众完全摸不清他的路数，是真的难。所以说王劲松的演技是真的好，只一个眼神就立住了角色。
前4集王劲松表演的每个细节都仿佛在暗示邻居心里有鬼，这种引人入胜、引人入局的演技，没有10年8载的揣摩和领悟，真的不行。但换个角度理解，同样的细节也可能显示的是，一个呕心沥血的老警察，在退休前几个月，想要弥补这些年遗憾的良苦用心。难怪王劲松微博自己都写：猜我是红脸还是白脸。单看老戏骨的演技已经十分过瘾，但更过瘾的是顶级老戏骨斗戏。前4集演技的高光场面来自于2场张志坚和王劲松针尖对麦芒的对手戏。先是在警局里，一个严厉怒斥，一个尴尬回应，一个攻，一个守。然后是2人独处，一个询问计划，一个忐忑拒绝透露，再攻再守。但攻守之间又何尝没有暗流在涌动？下一秒，或许攻防就会转换。实力演员通过眼神和细微肢体语言营造的紧张气氛，已经让剧集具有了同类剧难以达到的氛围感和对峙张力。这场导演眼中的演技盛宴，观众只会说太过瘾。前4集下来，给观众最大的感受其实就一个字：爽了。而爽感主要来自2方面，一方面是硬核的剧情和动作场面，故事环环相扣，动作果断而利落；另一方面的爽感则是剧集很爽，但并不无脑。观众追剧过程仿佛打开一个千层糕，切开一层还有一层，越切越有滋味。这背后其实是剧集继承并发扬了国产犯罪刑侦剧的荣光，同时又吸取了动作剧的犀利、谍战剧的悬疑、反黑剧的力度，可谓集百家之所长。所以剧集带给观众的感受则是更硬核、更强悍，也更有回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冰与火》的空降开播算是掀起了另一波暑期档的高潮出来，完美接住了《幸福姐姐》掀起的高潮。因为暑期档就该有令人看得热血沸腾的燃剧啊，真正的好剧就该让人浑身舒畅。冰雨已至，火焰燃烧，接下来就看孤胆英雄吴振峰和赤诚警察陈宇如何将前4集点起的这把火烧得更旺一些了。让人好奇的是，这部《冰与火》在2020年就已经杀青，时隔2年才在重重迷雾中播出了，这份不容易，您找出答案了吗？没有的话，深万我一路深扒分析的硬核，同样是《冰与火》刚需知道的话外音来的。期间，这部剧多次传出定档，最终了无音讯。因为这部网剧有流量之王王一博的高光加持，所以热度非常之高。除了2位男主之外，更是有一众老戏骨压轴，再加上是关于缉毒的剧情，更加是点燃观众内心的激情。以往的官宣让《冰与火》的剧情也充满了讨论、疑问和注解，很有意思。特别是2位男主早期的男1男2的问号，新万我同样也开心聊过了。2位男主都意外遇险，一位被毒贩掳走成为了毒贩，另一位成为了缉毒警察。看似是敌人，其实2位都有同一个目标，打入敌方内部，一网打尽。整个过程是万分惊险，把缉毒警察的危险程度演绎得淋漓尽致。这些问号在8月11日终于揭晓，而且《冰与火》一次性更新4集，一开场就紧张度拉满，整部剧的节奏快烧脑刺激，由浅入深且全面，并且没有奇奇怪怪的滤镜，都是潮流流行的那种电影般的质感。警察很有经验，很聪明，坏人也不蠢，也很狡诈。全剧演员的原声台词很舒服，信息量特别大。不喜欢烧脑的人，或许看完4集后，第一感觉就是，除了王一博饰演的陈宇之外，其余都是坏人了。这种高反差就特别容易拉影评，不知道您留意没有呢？演技是需要彼此照亮和烘托的。男主陈晓真的不用多说，什么样的角色在他身上都很自然，那眼神戏直接拿捏，妥妥的6边形战士。在他的身边，5边形战士照样能烧出高影评出来。王一博的演技再次迎来了新一波的网友夸奖。作为非科班出身的王一博演技，因为酷拽居多的缘故备受争议。但在这部剧当中，王一博演技的确进步太多，与老戏骨对戏也十分稳定。播出前，很多网友认为王一博演技会拖后腿，但播出之后纷纷真香警告。那么，这里面真香的添加剂到底是什么呢？或许还是不少人感受不到的，因为直觉是说不出来的。整体来说，
冰与火》这部剧质感也有，剧情紧凑刺激，演技输出稳定，两位男主颜值也养眼，可以说优酷真的是赢麻了。前有《沉香如屑》，后有《冰与火》，优酷要是更新时间能够妥善排布，那火的会更快。原本暑假档的以轩好剧已经足够惊喜，却没有想到让摩托姐姐们苦苦等了2年的刑侦大剧《冰与火》竟然毫无预兆空降一线平台优酷播出，而仅仅开播了4集就火上了热搜。看来王一博选中的剧本再次抽中了王炸了。说到这，申万我非常佩服导演傅东育的讲故事能力。按说这种故事很套路，而且套路到了结果已知的颓废地步了。结果呢，还是导演把观众给套路了。《冰与火》讲述的是3年前吴刚因涉毒被贩毒集团所杀，陈晓饰演的儿子吴振峰因莽撞违纪被开除警籍，王一博饰演的兄弟陈宇阻拦对方出境，不料吴振峰为救陈宇被贩毒团伙掳走。跟着3年后，陈宇成为缉毒警察，而吴振峰服从上级安排，卧底在敌营之中，最终在上级的配合下将毒贩一网打尽的故事。这种故事套路和桥段很无间道，很纯粹，对吧？答案是不对，因为很多想不到都给掺沙子了。这部剧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刑侦剧了，以缉毒为主线故事，主体利益是想要表现出缉毒警察的不易，特别正向。但这也涉及到了一个问题，算是刑侦剧无法避免的，就是剧情尺度、枪杀、走私、贩毒都可以笼统塑造出来，但想要做到给观众视觉冲击，还是要将阴暗面扩大化。这也导致了该剧在2020年就拍摄完毕，可硬生生拖到了眼下2年的时间才有空降的消息。大家或许也会担心情节删减导致不连贯，而意外的是，该剧的集数居然从被删减的24变回了原来的32。看来剧方这2年也没有闲着。如果说该剧是普通的刑侦剧，观众也会对所谓的删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因为该剧班底的强大，直接将大家的期待值都拉高了。导演傅东育在业界享有较高的名望，其代表作品《医者仁心》《生死卧底》《少年问道》等都在豆瓣上享有8分以上的高分，足以见得他的水准。在2019年，傅东育更是拿出了一部大作《破冰行动》，不仅是热播期间反响绝佳，还凭此入围了白玉兰最佳导演奖。不得不说，《破冰行动》的主题和《冰与火》算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后者会更体现出男主卧底期间面对兄弟怀疑的无奈感，更重视心理情感刻画，而也能感觉到傅东育有足够的能力拿捏好这类题材的作品，剧情质量真有的看了。不得不提的是，编剧张渊昂这几年里创作出了不少爆款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终极笔记》以及热播的《沉香如屑》都出自他手，非常擅长抓住爆点，并且懂得年轻人的口味，因此这次强联合绝对不会错。整个故事线最终汇集出了众多的实力大咖，2大男主更是看点十足。冰与火的选角算是比较经典的顶流加老戏骨，但因为是2大男主的形式，这边又多了实力小生加盟，演员阵容不是一般的强。先说男主之一的陈晓，他出道的时候一直都是走白面小生的路子，出演了《宫锁珠帘》《陆贞传奇》等作品。但是这几年里，陈晓有转型的意向，在突围里就以胡子拉碴的形象出现，也给了观众不小的惊喜。之前申万我也聊过多次了，今年6月陈晓重回古偶圈，和刘亦菲合作的《梦华录》成为年度爆款，凭借各种词条登上热搜，在热度方面给了他不小的加持。新剧里的陈晓又是以突破性的造型出现，不修边幅，脸上也总是有一层灰，显得非常颓废，但眼神中的狠绝和一些爆发戏的拿捏还是相当到位。另一位男主王一博更是不简单，2019年靠着《陈情令》直接晋升成为顶流，之后又出演了《风起洛阳》《有匪》2部作品，都是爆红出圈。但不得不说，王一博的古装扮相其实不及现代装帅气，尤其是新剧里，王一博还是以警察身份亮相，身着警服，正气十足，眼神中也有坚定感，有些眼前一亮的感觉。演技方面的话，因为人设上的契合，王一博的这种原始设想很容易捕捉，那就是
只要展现的自然流畅，也算是过关。只要演绎好角色特性就可以了。结果真的超出预期了，您猜为什么呢？两大男主完全可以撑起该剧的热度，而该剧配角阵容更是不容小觑。饰演林德赞的王劲松作为国家一级演员，演技水准毋庸置疑。新剧里则是以局长身份出现，气场强大，可以轻松塑造好角色。同为国家一级演员的，还有饰演陈立文的张志坚，凭借《人民的名义》拿下过白玉兰最佳男配。有这两位老戏骨坐镇，想必会带动起整体的实力。杨兴全的扮演者刘奕君原本一直出没在各大剧集里演反派，直到2021年凭借一部《扫黑风暴》迎来事业巅峰，后续片约不断。但是在新剧里似乎又是出演反派，但以他的实力演起这种角色真是手到擒来。预告片里的镜头眼神戏丰满，还有杨凌的扮演者郭晓婷。其实，在拍摄该剧的时候，郭晓婷还是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她在今年因为出演了《与君初相识》里的疯批美人顺德仙姬，收割了不小的关注度，而且在热播的《苍兰诀》里的人设也相当带感，属于小有热度。如果在这部新剧里戏份足够的话，或许会给她带来新的加持。除此之外，剧中还有冯嘉怡、高旭阳、宋宇等实力演员坐镇。光是同台飙戏都能够留住观众视线，这阵容堪称王炸。总而言之，《冰与火》的刑侦题材还是暑假档里比较稀缺的，脱颖而出的可能性会更大，又有优质班底加持，剧情内容也更有保障。重要的是，该剧将顶流实力演员汇集一堂，阵容实在是强悍。毫不夸张地说，就算是该剧空降，也会有相当大的可能大爆的。只要不会出现王炸姐姐赵丽颖最害怕的烂尾和魔山出现。目前为止，视角永恒359度的申万我已经发现，无惧空降的冰与火果然有大量的眼神杀出现了。这种男性荷尔蒙专属的眼神杀，配合上海亮的大幅动作和动态镜头的炫目式渲染，拉伸出了不少王炸姐姐赵丽颖那种完全无惧静态处理的眼神感染力。这种晃眼睛的处理手法真的是别无分号，幸福了王一博了。看过有匪的朋友们肯定都喜欢王炸姐弟眼神过电的可爱感和亲近感，这种直觉通常是说不出的，除非通过申万我的这种专属的深爬能力。很明显，离开了古偶剧场之后，傅东玉导演果断发现了如何突凹王一博演技的最佳捷径了。回到古偶，王炸姐姐赵丽颖的回马显然依旧是零压力、零挑战，因为她的杀进杀出古偶江湖的秘诀其实就是2个字。现在仙侠古偶剧依旧流行，越来越多的剧组依旧纷纷入坑和尝试，可不是所有的导演审美都刚好卡在观众的点子上。一些网络仙侠古偶剧的演员颜值几乎没法看，女演员被吐槽让人脸盲就算了，男演员还一个接着一个被观众贴上丑男的标签。有趣的是，明明一些男演员压根不乏仙气十足的男神气质，结果相关的导演却偏偏邀请一些无法驾驭古装造型的演员去试错。虽然说他们本身的古装可能很帅气，但无法驾驭古装打扮，颜值反而会直线下滑，加上服化道上的敷衍，当代仙侠古偶剧的主角颜值标准就更加一言难尽了。也就是说，导演和演员双向奔赴的时候，成功就可见了。例如这次傅东玉导演和王炸王一博的双向奔赴，毫不夸张地说，当代仙侠古偶剧大多数的选角都不是很过关，主角们的颜值更是参差不齐，这让不少观众已经失去了追剧的动力。唯一还能期待的还是那些85后花旦的作品。刘亦菲的古装剧颜值依旧在线，杨幂龚俊合作狐妖小红娘，光是路透就拉满了期待值。当然，赵丽颖跟林更新的《与凤行》更是满分。众所周知，赵丽颖、林更新二搭合作，虽然没有出演《楚乔传2》，可是却还是让人惊喜不已。一部《与凤行》的官宣，让期待着他们再度合作的观众满心欢喜。在路透令人满意的情况下，《与凤行》官方晒出来的海报，更是让人当代的仙侠古偶终于有脸了。《与凤行》开拍之前，其实多数观众最关心的就是林更新跟赵丽颖的状态，因为他们俩都不是年轻小花，一个曾经发福过，一个已经当了妈妈，
所以这状态到底能不能驾驭住，也是与奉行的质量关键。从这些不断更新的海报中，我们可以看到34岁的赵丽颖身穿白色的古装，头发简单盘起，整个人透着一股仙气，可谓是少女感满满。仙侠剧少不了的救仙，本以为赵丽颖当妈后的状态会疲惫，可是没想到与奉行的海报中，她的状态竟让人眼前一亮，满是惊艳感。而一度被粉丝要求一定要减肥，一定不能油腻的林更新，也都没有让网友们失望。进入与奉行的剧组后，她肉眼可见瘦了不少，光是海报就已经给人一种年轻了10来岁的味道，完全看不出来有34岁的年纪。其实林更新跟赵丽颖的状态不仅仅是在海报中加分，在路透中也一样是让人无可挑剔。在服化到十分有质感的情况下，赵丽颖整个人都显得十分有灵气，粉红色的古装更加衬托出了她的年轻，娃娃脸的优势更是一览无遗。当然林更新也是一样，一身白色的古装已经让人感受到了古装男神的魅力。有一说一，这才是仙侠古偶剧的男主颜值的正确打开方式，不是吗？对观众来说，仙侠古偶剧看的就是仙，要是演员颜值都不过关的话，那还有多少人会去看呢？整体上来说，与奉行不管是选角还是服化道，都完全满足了观众们对仙侠古偶剧的审美需求。别的不说，就冲着赵丽颖跟林更新2位主演这满分的状态，该剧也是值得去期待的。站在客观的角度上来说，大多数人都喜欢美的人跟事物。情景剧或者是正剧的演员可以不看颜值，当然了，不看颜值在仙侠古偶剧中是万万不能的，主角的颜值稍微拉垮一些，都会影响观众的观感。所以林更新的压力最终还是成功变成为了动力了。还好与奉行选对了演员，要是换成其他人，估计都不会有这么高的话题度了。在《冰与火》中，2位男神通过不一样的颜值写实，同样描绘出了一幅眼神过电、动作过硬的高分场景出来。2022年真的就是新万我已经铁口了半年之久的魔幻大年，王炸在圈内的比翼齐飞，您到底看懂了多少呢？懂的人必须懂，欢迎懂的您在评论区中畅所欲言，因为念念不忘，爱必回响。